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喀布尔机场爆炸袭击，12名美军丧生；第二个，赵薇被封，演艺界又搞运动了。我们先讲第一个，阿富汗的局势紧张，那么首都喀布尔机场8月26号发生2起这个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73人死亡，150人受伤，其中美军有12人丧生，15人受伤。那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发动袭击，这是去年2月川普政府和塔利班签署这个多哈协议以来，美军首次在阿富汗发生的伤亡事件。那么爆炸是这么发生的，就是依次发生在这个机场的艾比门Albi Gate，Albi门是机场的4个入口之一那么最近是交给了英军的地面部队驻守，检查这个进机场的这个证件。Albi门呢，门口呢附近呢就有一个排水沟，那么当地人说有不少阿富汗人是爬这个排水沟进去机场，现在怀疑呢袭击者可能是通过这个排水沟来发动袭击，这是第一个，其中一次爆炸。另外一次爆炸发生在机场附近的男爵酒店Baron Hotel 那么 Baron Hotel 呢距离Albi门呢大概有200米实际上这个2次爆炸呢发生的距离并不是太远。那么英国的工作人员正在饭店处理这个英国公民和相关的阿富汗人士的撤离事宜。那么美军呢就出动直升飞机，直接从这个饭店的屋顶把这个撤离的人拉走，直接拉到机场去那么有不少的撤离的人呢，会选择在男爵酒店的这个门前等候，然后从这个 Albi 门进这个机场，所以经常有大批的这个阿富汗人在饭店附近聚集这也是他在这里选择在这里引发炸弹的其中一个原因。美东时间8月26号下午3点半，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麦肯锡上将这个向大家宣布这个爆炸的情况。他是这样：2名伊斯兰国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和多名枪手发动袭击那么袭击者引爆炸弹之后，枪手就向人群开枪所以才造成这么大的伤亡。那么至少有12名美军阵亡，那么另外有15人受伤。阵亡的美军包括11名海军陆战队员和1名海军的军医。麦肯锡说：“今天是艰难的一天，我们会追击发动袭击的负责人。”那么，自从这个8月14号以来，美军一直和塔利班这个共享一些情况，防止袭击发生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美军一直在向这个塔利班提供撤离的人的名单这是一个情况。那么路透社报道，爆炸发生的时候总统拜登和安全官员就阿富汗形势召开会议。那么拜登在听取相关简报后就进入战情室。拜登贺锦丽是因为他出访，所以他是通过视频在线然后是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通过这个影片直播监测这个事态的发展。然后到了美东时间8月26号的下午4点半然后这个拜登总统发表电视讲话，他有些要点我基本上讲一下他说：“发动袭击者，请注意，我们不会饶恕，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不断的追击你们，要你们付出代价。我们将会选择我们选择的时间、地点以及有力和精确的方式做出回应。这些 ISIS 恐怖分子是不会赢的。我已经指示部队
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需要额外的部队，我都会同意啊。已经命令指挥官制定计划，打击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分支机构的 ISISK 的目标、领导人和设施啊。然后，美国军事顾问仍然致力于8月31号撤离啊，那么努力让人们离开阿富汗。撤离行动仍然会继续，这是我命令他们做的事情。我不会被恐怖分子吓倒，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停止我们的任务。拜登总统说：“我从来不认为我们应该牺牲美国人的生命，在阿富汗建立民主政府。阿富汗在它的历史上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基地组织卷土重来，首先是击杀本拉登，消灭阿富汗的基地组织，避免恐怖袭击再次发生。”他说：“我说了100次，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转移，我们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更严重的威胁，这些离美国近得多。”他再次强调这一点啊，他说美国面临更近的威胁啊，这是他从阿富汗撤离的一个主要原因啊。这是拜登总统的讲话，然后是加拿大、荷兰、德国、挪威宣布终止撤离行动，法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即将宣布结束撤离啊。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反应。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有一段非常简短的新闻，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没有新闻啊。ISISK 的来历是被翻译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啊，呼罗珊这是一个区域的名字啊，它涵盖现在的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啊，更大的一个范围。这个组织是在2015年1月成立，效忠当时的伊斯兰国的领袖巴格达迪，巴格达迪后来给炸死了，美军炸死了。这个组织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招募成员，全盛的时候有3000人。那么他们也招募一些认为塔利班不够强悍的成员，主要在阿富汗的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活动，涉及的地区包括塔吉克和印度啊。那么2019年到2021年发动了多起重大的袭击事件，涉及这个 ISISK。还有什么呢？还有塔利班的哈卡尼网络，还有其他设在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之间，他们进行合作啊。这个组织被认为是阿富汗所有圣战激进组织中最极端、最残暴的一个组织啊。他们涉及最严重的暴行，包括清真寺、神坛广场、女校、医院，甚至产科医院为目标。那么曾经射杀过孕妇和护士啊。ISISK 是全球 IS 网络的一部分，会在任何地方对西方国际人道组织进行攻击啊。虽然 ISISK 是和塔利班同属于逊尼派啊，但是在宗教的看法和他们的战略上有分歧，他和塔利班有分歧。都认为自己是圣战的真正旗手啊，然后伊斯兰国认为塔利班是叛教者，然后这次这个塔利班接管阿富汗，这个 伊斯兰国没有祝贺他们啊，然后伊斯兰国批评塔利班是美国的代理人，暗示要发动袭击。目前呢，喀布尔机场充满了危险。那8月15号，塔利班宣布接管这个政权之后呢，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涌向机场，因为这是离开阿富汗的唯一的渠道。美军在喀布尔机场部署了5800人啊，那么负责所有的空中、地面、塔台和进场的管控。那么这些开飞机进场的这些机师们认为说喀布尔机场它因为在高原，群山环绕，这个机场附近的这个地形非常复杂，已经有很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飞机非常的多，空中交通非常的繁忙，军机和撤离的班机起降要靠什么呢？靠空中防撞系统防止发生意外，而且
要小心什么？小心导弹威胁啊！他们当然这个到目前为止没发生，但是你想，你往那里飞，你心里肯定要打这个鼓的。那么，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叫 PIA 的机师叫巴莱尼，巴莱尼在8月15号上午开飞机降落在喀布尔机场，发现外面一片混乱。然后呢，他还听到了枪声啊，然后巴莱尼准备起飞啊离开，然后塔台告诉他，客运航班暂停，就没有授权他起飞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他做了飞行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他跟副机师商量以后决定不授权我也起飞，结果他就飞起来了啊，飞了。结果他说他再晚几分钟就走不了，因为他是当天最后一班商用航班我们大致上说一下吧现在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美国受到攻击。美国受到攻击呢，在这个时候，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指责任何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支持美国总统，支持美国政府，支持美军做他们专业上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不评价拜登总统撤离阿富汗的决心不可动摇，这是第一个我的看法。第二个看法，我稍微提个意见，如果我是他，我会现在就命令美军去轰炸伊斯兰国的任何目标，我知道的任何目标，把它炸个稀巴烂，要让他马上付出代价，我才去开记者会这个时候很关键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应该团结，应该支持美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多说了好，那我们另外讲第二个主题，关于阿富汗的局势有什么突发性的进展，我会随时向大家报告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进展，我就不报告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就已经，因为他被袭击，他处于一个战斗状态，而在战斗状态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少说话为好，因为这件事情要交给美军他们打仗的部队战斗部队，让他们来做这个决定，我们支持就好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赵薇被封演艺界又开始搞运动了中共折腾起来没完先是赵薇的超话就是微博搞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话题聚集赵薇的超话先是被封被封之后呢，开始有人就开始怀疑出事儿，然后就是接着《还珠格格》系列，情深深雨蒙蒙、京华烟云、虎妈猫爸、画皮二里面的这个演员表，赵薇的名字被删掉了，然后接着全网关于赵薇的影视作品相继下线或者是被删除然后搜索不到，你直接搜索呢也会显示什么呢？显示什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部分结果未予显示什么情况呢？难道赵薇被封杀了吗？然后就开始，今天这个关于赵薇这个消息是这样传出来，就传出赵薇被划为劣迹艺人劣迹艺人，那非常震惊，我也非常震惊。大家知道赵薇当年小燕子，家喻户晓家喻户晓。那个时候，无论是电视、报纸、杂志，天天的头版头条都是赵薇她当时的火，那基本上前无古人。但那个时候，赵薇真的是如日中天。现在最火的所谓的什么流量明星，那跟赵薇比差远了。那个时候，赵薇真的是太火了，所以没有人会想到，就是我很意外。赵薇会扯上这个劣迹艺人这难以想象那么唯一可以想到的是什么？就是20年前的这个军旗装的事件
军区装的事件是2001年，就整整20年。赵薇在曼哈顿为时装杂志拍一组这个春夏服装宣传照啊，然后这个9月份登出来，9月号登出来这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他的那个衣服的图案酷似日本军旗啊，那然后当时还没有事啊，过了3个月，这事儿就起来了，完了以后，轰动一时，然后赵薇在2001年的12月4号发表声明，但是没有用，到了12月10号，赵薇发道歉信啊，正式向公众道歉。然后这个12月11号，时装杂志的总策划周雪公开道歉，宣布辞职啊。这件事情就一直赵薇就一直背着这个事儿。这事儿其实老实讲，这件衣服是赵薇穿的啊，这没错，但是她只是在执行一个拍摄任务啊，衣服也不是她的。赵薇唯一的错误是什么？赵薇唯一的错误，她就缺乏政治意识，她没觉得这件衣服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她根本没有觉得这个完全没有意识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她是有错误，但这件事情不是她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安排这件衣服的人，安排衣服的人是谁，谁就有责任。这件衣服肯定不是赵薇安排，她只是穿这个衣服拍照啊。所以呢，赵薇为这个事儿背了20年，现在变成了劣迹艺人，中共真能记仇，20年的事儿，所以大家小心，你20年做的事儿，他都记着呢，不会放过你的，千万不要抱任何幻想。赵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道理啊。那老实说呢，赵薇的这些影视作品下架呢，跟赵薇关系不大，因为那个版权也不是她的，她也拿不着钱。当然，她有名誉上的损害，可是我印象中我对演艺界不熟，但是我印象中她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她也很少拍戏了吧？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就折腾，怎么折腾来的？然后就另外一段文字跑出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啊，在2021年8月25号出了一个通知，什么通知呢？关于排查、清理劣迹艺人节目及内容的通知啊。这个通知是这么说各节目中心、市场运营中心、视听融媒体中心，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日报通报多地多起电视节目和网络视听节目中出现劣迹艺人的问题。根据台领导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从今天起对所有线上线下节目排查，清理涉及霍尊、吴亦凡、郑爽、赵薇、范冰冰等劣迹艺人的相关内容，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啊，这个通知证实了什么呢？赵薇为什么会被封？因为赵薇被列为劣迹艺人。那看来这个演艺界又一场血雨腥风又要来了啊！那么清理这些所有的节目啊，所以在中国这个演艺这口饭不好吃啊，要搞运动，要折腾一趟。果不其然，中央网信办发了一个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啊。饭圈是什么？饭圈就是粉丝群啊。粉丝为什么叫饭圈？饭嘛就是 fan 就是 fans 的意思啊。饭圈呢就是群体啊，什么圈就是群体的意思，就是粉丝群的意思啊。为什么？追星嘛，追明星嘛，喜欢明星嘛。喜欢明星是什么？喜欢明星是一种本能啊，全世界的人都喜欢明星啊。那么小孩子喜欢明星很正常。那么但是现在追星呢就越来越规范化，他们自己搞很多组织，然后很多也开始商业化啊。
然后就越来越有系统。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讲一个粉丝群，一个亿元的粉丝群，全是自发的，没有商业运作。现在其实很多饭圈已经有商业运作在里头，就完全都是自发的，各自分工合作，整条系统非常的让人震惊，都是20岁以下的小孩子做出来的，全国性的。那我看那篇文章叹为观止，我说其实大家都低估了中国年轻人的力量啊！那篇文章看完之后，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其实年轻人现在，特别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他们不是能力的问题，他们是兴趣的问题。只要他有兴趣，他就能做到你想不到的事情啊！但是中共很害怕，中共害怕什么？中共害怕所有的群体，所有的群体，所有的团体，所有的组织，只要不是他的，他都害怕。他最害怕那种一呼百应的群体啊，只要有这样的群体，就要整治。为什么？这就是中共的特点啊！中共的特点就是中共几十年来维持它的政权的最核心的手段是什么？消灭群体，消灭所有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群体，就让中国社会沙漠化啊，一盘散沙。以前讲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为什么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啊，没有组织就无法威胁我，那都是个体，只要你们全是个体，你就没办法反抗，我就能一个一个对付你们。这就是中共统治这么多年的秘密。然后，当然，中共自己讲他有另外一个秘密，但其实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网信办，网信办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网信办。你看，网信办已经建到各级政府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中共对网络的控制已经超过原来对媒体的控制了啊。然后他就说这个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他其实是讲乱象整治，中共一要整治就说你乱啊，那就是要消灭所有的组织啊。那么各地落实有关工作要求，围绕着明星榜单、热门话题、粉丝社群、互动评论等重点环节，深入整治饭圈乱象问题，取得一定成效。为了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压实压紧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切实突破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巩固和扩大专项行动的成果，重拳出击，解决饭圈乱象问题。现就有关工作措施通知如下。你想一下，网信办基本上是一个网络的沙皇组织，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想封谁就封谁，想打压谁就打压谁。所以基本上他居然在干什么？你看哈，取消明星艺人的榜单，明星艺人榜单招谁惹谁了？不让搞，违法吗？既不违法也不违规啊。要取消什么？取消明星艺人的榜单啊，然后这个排行的规则也要改，也要按照他的要求改啊，他的要求改，而且不能够让人付费。我愿意付费，你管得着吗？他不行，他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件事情的利益把你干掉啊，然后要严管明星的经纪公司啊，明星的经纪公司管招谁惹谁了啊，也要管他。然后呢，对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的这个明星和经纪公司，粉丝之间会有矛盾的，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你要是碰了我喜欢的明星，我就跟你掐，这是粉丝之间很正常的这是一种互动形式，不行啊，他要采取限流、禁言、关闭，这简直令人发指。然后什么规范，一说规范就是关掉啊，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要规范。什么叫规范啊？未经授权的个人组织一律不得注册明星粉丝团的账号这个然后严禁呈现互撕信息粉丝互相吵架，这很常有的事情不行，不可以弄出来然后清理违规群组的板块，当然违规就是他说的违规了，不得引导粉丝消费强化节目设置管理，严控未成年人参加。追星本来就是很多青少年的活动你不让未成年参加的话，那追星就少了一大半。这就是网信办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共的特征。中共维持政权其中一个秘密就是消灭所有的组织，所有的组织都要消灭，除了他自己的那几个什么共青团妇联这几个他自己的组织以外，其他的组织都不能存在。这就是中共维持政权的秘密。然后他就说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什么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落款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网信办都有秘书局了。现在的演艺圈呢，在中共的整治下，已经变成了个什么你看现在呢，艺员呢是没有戏拍的了也没有电影拍，也没有电视剧拍，因为没有人投资了，因为风险太大，都不知道过不过得了。除非主旋律政府让你拍的，你去拍，不是正商业演出很难。为什么？风险太大，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所以现在的艺员没有戏拍，没有戏拍然后呢，现在艺员的生存方式是什么？现在艺员的生存方式就是参加综艺节目。参加综艺节目的目的就是维持他的知名度维持知名度，参加综艺节目。那现在怎么挣钱养家糊口呢？直播带货。现在中国的艺员的就是一方面参加综艺节目，另外一方面就直播带货，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方式。那么维持他的和他的支持者的方式就是粉丝权、饭权。那现在在这一头呢，要这个消灭这个劣迹劣迹艺员所以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被他放到那个名单里面，你就完蛋了，死定了。另外一头呢，你的粉丝群呢，他给你铲除，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呢，昨天我在推特上看了一段话，这段话这么说，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往后所有的折腾，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许多事情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我看到这段话之后，我拍案叫绝。这讲谁你想到谁？你看到这段文字想到谁？我马上就想到了习近平。从去年开始，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折腾起来没够月月有新意，天天不重样那么从企业到个人，从文化到社会，不断的折腾。习近平从去年到现在没停过，没有一天不折腾的中国人民衣食住行没有一样顺顺利利的今天搞房子，明天搞车子，后天搞孩子，兜里没票子。然后呢，这一头他折腾，另外一头干什么？吹牛逼。今天上午我们讲的那个新闻，我其实是拿了中间的一部分出来。今天有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顺便讲一下，中共吹牛逼。中宣部8月26号发布一部文献，然后举行记者会。这个文献名字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我就很奇怪，
这是个叫文献。文献什么意思呢？文献通常你要么呢是一系列的书籍，可以讲是文献，或者是文件，或者是这个章典，杂志都可以叫文献。但是呢，通常是讲它有历史意义或者是研究价值的图书啊这些东西。你不会讲一篇文章是文献。但是其实呢，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这是一篇文章。然后他说它是它是一个文献啊，我没听说过把一篇文章叫做文献啊，这就是一篇文章啊。然后这篇文章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还开个记者会啊，专门开个记者会，然后安排了一堆中共的这个党务官员来参加，中宣部副部长，然后是中纪委宣传部长啊，然后是这个中组部的委员，然后是统战部的副部长，然后是这个财经委办公室叫财经办，财经办的副主任讲韩文秀，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讲的就是他啊。然后是外事办的副主任啊，主任是杨洁篪，副主任是刘建超。刘建超原来是外交部的发言人，然后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副院长，就安排了一堆的这样的这个党务官员开记者会。开记者会干什么？就介绍这个文献，所谓的文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完这个，从头到尾讲完，就是，然后这个中宣部的副部长王晓辉啊，在发布文献时，他说这个文献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深刻阐述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实践和成就。哎，这个很奇怪。你既然中共党史，如果你讲中共党史，讲中共的成就，百年党庆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就没有停过，一直在做，做到7月1号，7月1号就百年党庆啊，百年党庆之前做了很多，又是党史教育啊，又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又是习近平带着这个政局委员去重新宣誓啊等等。你搞了这么长时间，你还没讲完贵党的这个奋斗历程吗？你贵党奋斗历程不是有专门的书籍在讲，而且你这个中国共产党简史已经说了，有本书学习材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怎么又出来一个文献，讲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你的历史使命在你的党的历史的介绍里面没有讲过吗？然后你蹦出个行动价值，什么叫行动价值？什么叫行动？出一篇文章叫文献，这中共现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折腾，来事儿。就国内官场叫来事儿，也不知道谁来的事儿，说搞一个文献，讲他的历史使命。历史使命，你党章就讲了你的历史使命啊，你的誓言也讲了你的历史使命，难道你要重申一下你有新的历史使命吗？我就从头到尾把这个文献给看了一遍，没有新东西啊。全是你之前讲了1万遍的，又讲一遍，然后说这是个文献，然后行动价值，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你说你行动就行动，或者是你的贡献就贡献，你行动价值是什么鬼呢？这词儿是什么意思？然后如果你讲你的干了些什么好事儿，干了什么行动，你就行动就好了，或者讲你的实践也可以。行动价值是什么鬼？所以你可以看啊，习近平这一头呢就是折腾，这一头就是没有，现在吹牛逼已经吹到了一个没有底线的地步了，就乱吹了。
你看看这个目录，我讲给大家听。这个所谓的文献就是一篇文章啊，它分几个结构，分5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个部分叫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第三个有强大的领导力、执行力，第四个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第5个为人类和平和发展贡献力量。有新东西吗？没有啊。它整个的5大部分最后是结束语。好，我举第一部分的第一小段，第一部分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共说这是我的党的宗旨啊，这我是理解。然后第一小点叫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拜托，你是个党，你哪来的心中呢？心中是什么？心中是个人的，个体才会有心中。党呢？你怎么会有心中呢？你这整个都是在讲党好吗？拜托你搞文献，你认真一点行不行？这个文字很烂呐、非常的烂。你看，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心中有高低吗？心中只有最重要的位置。这个我作为一个编辑，我是这句话简直是有俩错误。第一，党是没有心中的；第二，心中的位置没有高低之分，只有重要不重要的位置，对吗？这都不懂吗？你写情书都会讲得很清楚的，水平太烂啊！这里面的第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啊，宗旨就是宗旨，没有不根本的宗旨啊，这都是废话，水平真的很烂啊。”然后这句话来了，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我记得是习近平讲的，我当时讲这话把我给肚子笑痛，我在地上打滚都没人救。为什么？这是逻辑错误啊！江山是人民，好，我相信啊，我同意。你说江山就是人民，行，可以。但你反过来讲，人民就是江山，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然后说党打江山，你既然江山是人民，你说党打江山是什么意思？党在打人民吗？习近平讲这个话，他广东话叫包头，就随口张嘴就来，你也得帮他修饰一下啊。你说人民就是江山，然后党打江山，党打江山是什么？是夺取政权，就这个意思嘛。然后守江山就守政权，如果人民是江山的话，人民就是政权喽。人民怎么会是政权呢？你有点常识好吗？然后守的是人民的心，靠，你这是什么鬼话？你既然是守江山，就是守政权，怎么守的是人民的心的呢？这就是他所谓的文献啊，然后他就接着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是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逻辑和胜利密码。这理论上这事儿呢，应该是王沪宁的工作，这王沪宁的工作没干好。这么短一篇开篇这么短的一句话，多少个 bug，多少个逻辑错误，多少个用词不当，多少个比喻不恰当，这就是他们，就是这个水平啊，没水平，爱折腾。我再念一遍，我就再念一遍前面那段话，叫什么？往后所有的折腾，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许多事情一开始就看到了结局，讲的是谁？讲的就是习近平。折腾没完。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明谢 Bob 邹谢谢 Mike 朱谢谢 TT 谢谢。喀布尔机场这一炸又将改变历史的走势，非常好的诠释了王老师的历史偶然性啊。好，观点。如果这次拜登再不拿出强硬的手腕，他的民调肯定会因此受到重创，也会在国际上留下一个软弱的形象。我们不要这个时候这么快下结论啊。我这个时候不倾向于大家去攻击拜登总统，我们支持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做他们专业上能做的事情，好吗？我希望大家不要攻击拜登总统，好吗？支持他们啊。观点 ：ISIS 这次袭击美军背后肯定有势力支持，目的是搅乱阿富汗局势，让美国顾头顾不了尾。我们不要小看美军，行吗？观点：拜登还在说这话，我不念了，行吗？观点：这次阿富汗撤离造成这么大的人道灾难，其中因素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任何美国总统和世界人民所乐见。我们不要指手画脚，无能为力的就请保持悲悯之心，或者尽力帮助已经离开的阿富汗人民。不立即报复轰炸，必定是对还没有撤离的人安危的考量。等到美国尽最后一丝力量把外籍人士和长期以来帮助驻守美军的阿富汗人民撤离之后，相信美国会睚眦必报的。OK， 观点：美国的民意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10多年就开始直线下降，大家对国家重建的方式、反恐有效性和代价越来越不认同，撤军一直是每次总统选举的话题。民意也许是短视的，但他们通过选票发声。政客或者顺从民意，或者寻找一个民众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如果政客逆民意而行，那么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出正面成果，从而改变民意。拜登在国内的政治失败不是撤军，而是撤军混乱中显示的软弱。我不同意。撤军的混乱，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撤掉2个负责任的人就好了，这个不复杂，然后马上纠正就好了，不混乱就行。混乱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指挥官的失误，把是犯错的人给揪出来，让他承担责任就好。我不觉得是软弱，我很讨厌批评别人软弱，为什么哈？莽夫才批评别人软弱，我不觉得软弱是个缺点，软弱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所要避免的事情。形象软弱并不是他真的软弱，他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那么痛快的下决定。痛快的下决定，谁最痛快？独裁者最痛快，独裁者最强硬。所以我不喜欢批评别人软弱，我不喜欢别人去骂别人软弱。强硬很容易，强硬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表达强硬立场，表达强硬的方式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它非常简单。所以不要去批评别人软弱，你别以为你很强硬，强硬没有什么了不起强硬真的没什么了不起观点：网络爱国大 V 卢克文最近写了一篇塔利班传，文中回顾了塔利班的历史，本无稀奇，但他在末尾加了一段感慨，把塔利班对伊斯兰的狂热与中共先烈对中国的感情类比，这一下子就炸锅了，招致一群网友的谩骂，最后招致封号。其实卢克文不过在
一如既往的追风拍马。中共不是说塔利班是阿富汗的人民选择吗？他就顺着这个逻辑去安国雄文，没想到这次拍到马屁眼上。由此可见，塔利班的胜利其实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有不可估量的冲击。其实老实讲了，中共的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吧，去年年底开始，中共在宣传和对外政策上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趋势，就是功利化。功利化呢，其实会让它付出代价。功利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为了达到某个效果，我什么都能讲，这其实是不对的啊。因为你要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这会儿讲完的话呢，过2天呢，你翻过来再讲一遍的时候呢，别人会把它拿出来对比的话，你之前你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但是最近半年时间，中共在做这件事情，无论是他的宣传还是他的外交，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包括我认为这次支持塔利班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现在的看，你从现在来看，中国那么积极、那么急迫的宣布支持塔利班，你看啊，现在俄罗斯在支持北方联盟，反击塔利班，你现在怎么办？中国现在就尴尬了吧？怎么办？支不支持下去？所以你看，中国最近的调子往下放，调子往下放的原因是什么？他发现塔利班和美国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好，这里面的问题。然后呢，俄罗斯现在在北方支持，俄罗斯在支持北方联盟。其实现在阿富汗的局势非常的复杂，我们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最近为什么不讲？其中，我觉得阿富汗的局势这么复杂，咱们又不在现场，而且出来的消息又很少，我觉得很容易误判。但是你看最近这个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因为他上来支持塔利班的立场，很容易去攻击美国，用塔利班去攻击美国。但是攻击完了以后，你看现在怎么收场？他现在就处于一个很被动的局面。所以你刚才讲这个卢克文也好，其实现在这个整个的国内的这种氛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管不顾，顾头不顾店，大概是一个这个文化，我觉得啊。塔利班的胜利对中共的冲击其实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过去半年以来，就是内政外交的功利主义的影响啊。观点我很早就跟人说过，一面说自己是公仆为人民服务，一面又说自己是领导是代表，是人是鬼都说自己说，从来没逻辑，非常对啊，非常对。观点，他们不讲逻辑，是他们傲慢，并不在乎人民有没有脑子。他们快完了，大陆的民众一旦觉醒，知道了啥是自由人权，有了群体意识，认为自由平等正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时，民主就会到来，任何势力不可阻挡。台湾就是最好的例证，非常对，我同意啊。情况，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目睹过中共的无数的恶行。但仍然希望中共继续执政，因为一旦发生政权更替，他价值数千万的房产可能化为乌有，而他很自信认为中共无论如何会保住一线城市的房价。那我们走着瞧呗，不需要很久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变化，好吗？这位网友，你这位网友，这位朋友，嗯，在历史上在历史上，所有相信中共的人都吃了大亏。我不说很久以前的事，我们从1949年开始往回算，所有相信我中共的人都吃了大亏，而且他吃的这个亏是一辈子都翻不过来的大亏。这个话我可以撂到这儿。
你跟这个朋友说一声，让我们走着瞧，不用看很久，不用看太久，你这个朋友就会领略我这句话的影响，好吗？观点所谓的根本宗旨就是洗脑的话术，加根本就是强调所谓的宗旨。这种重复多余强调式的语病，在中国人的耳朵里显得特别悦耳，特别亲切，特别容易洗脑。其实，在十几年前，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课本里就有这种话术，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给人洗脑。嗯，是的，我同意啊。中共的这种我们叫党八股，党八股其实无数的语病，全是语病。我可以拿这个笔圈一篇，比如说《人民日报》社论拿出来，我会把它圈红来。这些一篇稿，我作为一个职业的编辑，给他圈这种语病，那真的是。情况前几天共青团翻车了，放了一张美军占领硫磺岛插旗的照片，配了塔利班插旗的照片放在一起说话，结果底下的评论是：美国二战是正义的一方，打败日本是打败法西斯。你放这张照片是说军国主义是正确的吗？翻车。OK。情况上期王老师说996，华为是第一批公开宣传996光荣的公司。不过，华为的公司和加班费确实很多，相当于一个欧美国家员工的7成薪水，雇佣了2个以上的劳动力。对于多数雇员也是你情我愿，年底分奖金也是真金白银。最无耻的是，一众山寨公司拿着2000元的薪水也学华为。我这里要澄清一下，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讲的是什么？华为工资高，所以呢，怎么让你加班都是活该啊！过劳死也是活该。这个话的逻辑就这个意思。我跟你讲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不是你发了多少工资的问题，是你不能够这样的压榨员工的问题。你想一下，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你的员工，你把他们当什么了？核心的问题，你没有把他当人看。员工要把他当人看，这才是一个公司应有的态度。很多人就这么说：“哎呀，他们工资高，所以呢，活该。”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工资低还让他996。其实他们本质是一样的，是什么？就是没有把员工当人看，就这么简单。问题不是钱多钱多钱少是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你要把员工当人看，员工自己要把自己当人看。OK。观点，依法就是一个最迷惑人的语病，比如依法起诉、依法执行死刑。真正的法治国家从来不依法如何如何，直接讲事实。最没有法治的国家才叫依法。你不依法事实，你到美国你不依法事实，破产啊你都。观点，赵薇被封不是因为军旗，而是因为股市割韭菜。他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洗钱，跟阿里跟马云走得很近，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如果你违法，他就被惩罚了；如果没有违法，跟马云走得近，也不叫跟劣迹没有关系。所以这种猜测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你想一下，是不是个道理？股市割韭菜这件事情，证监会可以处理，跟网信办有1毛钱的关系吗？没有关系。这个叫什么？这个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它里面讲的那些劣迹演员，讲的是什么？我刚才念过，跟什么有关系？跟什么吸毒啊、绯闻啊各种有关系，跟你说的这个没有关系。OK。跟马云走得近的，
那就多了去了，全部都要死嘛？不是吧？啊，嗯，观点主要是看到别人被铁拳暴打，群众们都很爽，这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中国人这种看客心理到底怎么形成的，值得思考。就是这种看客心态很简单，其实不复杂。两点，第一点，他们需要一个完美的受害者。如果你不够完美，那你这个铁拳就是打的合理的，就是这个道理。赵薇也是一样，你可以看这个网友的观点，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看客。赵薇被铁拳打了，哎，她不完美吧？她不完美吧？她割韭菜了吧？打得好。所以每次中共铁拳打下去，为什么都会有人叫好？原因是打下去的那个受害者，他都不完美。大家试问一下，谁又完美呢？如果真的都放到放大镜下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永远的5%被铁拳砸的时候，中国人都在旁边叫好，就是这个道理。总有一天轮到你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叫好。为什么？因为你也不完美啊，没有人完美的。观点，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国度，领导说你违规，你就违规了，所以造成很多官本位意识，被害被整的人都得不到公平、公开、公正的审判，得不到公开叫板政府辩论的机会，而政府的宣传部门那些带风向的发布会，说的都是泛泛之词，很多修饰词，而非真正提出解决方案。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之前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充满矛盾，非常对。观点之所以说中国还是文化立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每天把自己审查成残废，然后还希望大众接受流行文化。情况被大陆封杀的还有华语乐坛著名的作词人林夕，因为言论不当，林夕的名字被各大电视台屏蔽。如果有歌手演唱林夕的作品，林夕的名字被直接抹去，被换成艺名。林夕自出道以来30年，填词了4000多首歌曲，他创作能力惊人。要是把他的词作全部撤下，那华语圈基本上无歌可唱。有本事全部不让他唱啊！有本事你就把林夕所有的歌全封了，你不敢，对吧？情况，网信办基层到了县里，名称叫融媒体中心，编制宣传部领导。OK，情况，如今工商条线还检查企业有没有自媒体公众号等等，支部要建在连上，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样折腾下去，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啊。为什么？这都是为了拖延退场的时间啊。情况如今腾讯新闻，广东南湖国旅总部搬空，怀疑濒临倒闭，拖欠消费者和员工巨款，归还无期。情况据说浙江、深圳、河北存款超过10万要严查，查一下是否来源合法。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不是9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试点是去年就已经开始了。现金管理就是如果你要提现，要写登记表这个不是今年才发生的，这是去年就已经发生浙江和深圳、河北，对，是这3个地方，我记得。观点逻辑的核心是点对点，工资高是一个点，996是另外一个点，扯在一起会混乱，会被人利用。就是这样。其实，当初这个马云的所谓福报其实它隐含的一句话就是我给的钱够多了，你还说啥？就这个意思。核心的问题，996其实大家最大的争议是什么？其实大家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根本的就是这个企业没有把员工当人看，人不能这样子的嘛，这家没家，生活不是生活的，你怎么能这样啊？情况我之前在一个国企做文秘，我们加班的时候，党委书记直接说：“你们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不加班，你们下班回家还能干什么？”有一次他们逼着我们通宵加班整理档案，结果整理完了压根没人看。情况据说，这个有了。提问：题外话，王老师是否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可以分析中国清零防御政策的报销情况？做一期节目梳理报销情况。什么叫报销情况？什么报销情况？我不知道，你再说一下好吗？我不知道你在说报销情况是什么。情况加提问：我在一家地方国企工作，闲得发慌，每天实际工作时间只有2到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在摸鱼，听王老师的节目。这份工作轻松稳定却无聊，我想趁着年轻出外闯荡一下。然而外面的企业996加班成风，生怕自己跳槽了会后悔。请问王先生有什么建议？我有个朋友，我原来在深圳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差不多国企，我不知道是什么唐烟酒公司还是什么公司，就这种国企，他们公司反正有块地，盖栋楼，然后写字楼收租，就把他们公司的所有人养起来。他们每天的事情是干什么？围绕着他们的党委书记，给党委书记哄党委书记，拍党委书记的马，其实啥业务都没有，大概你就是这样。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看看书，学习一下呗，正好有时间，你就好好的学习一下呗，找一个专业，好好的持续的学习一下呗，我觉得是这样。有这样的时间，那不学习干啥？你这蹉跎掉了。我看见他们就是打牌，打牌，然后就反正各种玩。但是年轻人嘛，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情况加观点：国药集团最大股东是国务院，所以疯狂打疫苗应该和利益有关。二，感觉 CCP 有意放纵基层组织作恶，等老百姓上网曝光之后，就站出来扮演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同时也给老百姓再次洗脑。嗯，OK，基层组织不是他们自己吗？也是 CCP 啊，CCP 上面是 CCP，下面也是 CCP 啊。作恶，作恶的后果就是都是 CCP 扮演青天大老爷。你现在看得见青天大老爷吗？看不见啊，习近平也不去，对吗？天天找个没事儿的地方待着，有灾有难他都不出现。提问王老师你好，早上的节目提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为了习的连任，而争取底层的支持，可是他的位置不是民选，底层人民在连任与否没有发言权。况且这种口号一旦把底层人民煽动起来，很容易反噬自己，如此他不担心后果吗？有道理啊，你说的有道理，反噬是有可能，但是他现在不是有强大的国家组织嘛？你上个街试试，上不去吧？上不去你就反噬不了啊，你都不能，你又没有组织，你又上不了街，啊，只要你心里觉得，哎，这个挺好就行了。这个其实他要的就这个效果，我认为是这样啊。他真的没有让你上街，他不觉得你需要上街去支持他，但是你心里觉得他 OK 就行了。他的路子，现在的路子是这样啊。所以就为什么有刚才的网友有网友说，尽管他见过共产党作恶无数次，他仍然希望共产党执政。他其实他们要的不是一个绝对的支持，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心里在做决定的时候的那个倾向。就是舆情控制，其实很多时候是控制倾向，而不完全是个决定啊。舆情控制的理论。
问题请教王老师，有人用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元不等于月收入1000元的说法，感觉是在替共产党洗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共产党洗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共产党洗地啊。人均1000块收入不等于月收入1000块，当然不等于月收入1000块。人均收入1000块，那是啊，你得看谁呀、你跟谁平均？你要跟马云平均一下试试。所以这个平均收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通常用什么呢？收入中位数，收入中位数是有统计学的意义，人均收入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描述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方的收入水平的时候，一般用的是收入中位数啊。不用人均收入，也不会用月收入。月收入是什么情况？月收入你集体怎么讲月收入？情况为了配合北京冬奥会环保，北京周边河北工厂开始停工，工人无薪放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工哦。怪不得钢厂又开始减产了。观点：王老师的工作就是唤醒大陆老百姓的人权意识，滴水穿石，潜移默化。你的节目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没什么特殊性，自由、人权、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谢谢你啊，明谢蛋壳，谢谢。情绪今天看到推特上机场爆炸的视频，惨不忍睹，气愤美军的无能。但是王先生说的对，这个时候应该支持美国，支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打击恐怖分子。谁犯下这样的罪行，就要付出代价。David 白，谢谢。早晨看新闻就感觉到王老师会说赵薇的新闻，没赶上直播，一会儿回头看。好的，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